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智能家居领路人 CT。再过2天就是蛇年春节了，在这我先给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蛇年吉祥，万事顺心，健康平安，幸福连连。这次要带给大家的内容是 Archrock 的像素钟。其实细心的小伙伴们应该很早之前就察觉到了我的视频背景里面有一块像素钟，期间也有不少相熟的小伙伴来询问说这块时钟是怎么做的，所以就在这出一期相应的教程。其实认真的说 ，Archrock 像素钟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在坊间也流行过一阵子。不过一般售卖的都是 Archrock 2的版本，除了时钟功能外，其余功能都需要自己额外搭建服务才能实现。而我这次带给大家的是最新版的 Archrock 3，它最大的特点是可以和 Home Assistant 的无缝衔接，直接在显示屏上显示 Home Assistant 上的传感器信息，例如温湿度、功率、笔架、粉丝数等等。这个粉丝数好像有点低，要不大家先给我刷一波关注？简单的说，就是只要在 Home Assistant 上有的信息，都可以直接同步到这块屏幕上显示，这样就省去了在这个时钟内部去添加其他传感器的操作，使得整个制作过程变得非常简单，甚至都不需要拧一颗螺丝。同时还可以非常方便的让它显示自定义文本。除此以外，它还可以变身为氛围灯，甚至是一台老虎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需要的硬件设备。虽然 Archrock 3固件也同样支持3个按钮、光感、风敏器、温湿度传感器等选配件，但是为了做到让大家有手就会，我这里做的是一个最小化的 Archrock 3。需要的硬件仅仅是一块8×32的像素灯板和一个 ESP32 开发板。我这里使用的灯板是23.6厘米乘以6.2厘米，这也是我能找到价格和尺寸最为合适的灯板。这个尺寸的灯板外壳可以使用拓足 A1 或 P1 打印机一次成型，而 ESP32 则是最普通的 Type-C 口。除此之外，还需要3根镀邦线，这个可以和开发板一起购买。而这些东西总共花费大约在70元左右。当然，外壳依旧需要自行打印。同样的，外壳文件我已分享到了 MakeWord， 大家可以自行下载打印或者找人代打。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因为灯板发热量有点大，所以需要使用 PETG 或者 ABS 材料来进行打印。其中格栅板需要黑色材料，而面板扩散膜则需要相对透明的白色材料。我这里使用的是和外壳同样的白色 PETG HF。首先我们要做的是给 ESP2 刷固件，先在浏览器中直接搜索 Archrock 3，进入官方主页，点击 Flash， 选择下方的 Archrock 2.0 Control Upgrade。注意的是，这里最好使用 Chrome 浏览器，点 Connect， 然后插上 ESP32， 选择最新跳出的设备，然后一步步点下去，直到刷机完成。开发板会自动重启，然后我们在手机上就能搜索到 ESP32 的 SSID， 连接设置 WiFi 信息。之后我们找到 ESP32 的 IP， 使用浏览器进行访问。因为这块灯板的排列方式不被官方固件支持，所以我们还要再刷一次我编译的固件。这里选择 Upgrade， 上传新固件，然后静待刷机完成。接着我们就可以连接灯板。我们先把原灯板的线和镀邦线相连，然后正极接开发板的 V-in， 负极接开发板的 GND， 信号线接开发板的 D21， 这时给 ESP32 上电。灯板应该就会亮了。当然，此时你看到的可能是毫无规律的乱闪，不要着急。这时我们再次进入 Archrock 3的 Web 页面，选择 Files， 在弹出页面中先新建一个 dv.json 的文件，然后填入以下信息：保存，重启 ESP32，
这时你应该可以看到灯板已经能够正确显示了。到这一步，我们就可以把灯板装进外壳了。这个组装也非常方便，全程不需要任何胶水螺丝，主打一个有手就会。而接插头这里比较紧，大家可以对插头稍微处理一下，用小刀开几个小口，方便把线弯折。而在外壳的背面呢，我也设计了2个可拆卸的挂钩，可以非常方便的将 Ultrax 3直接悬挂在宜家 Scottice 的中东板上。然后我们要配置的就是时区和 MQTT 服务器。这里 MQTT 服务器是直接用 HA 的，这样我们的 Ultrax 就能直接进入 HA 了。至于之后怎么玩，大家可以自行查看 Ultrax 3的官方文档，也可以等我详细的图文示例。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如果喜欢，别忘了点赞、收藏、关注一波。